你做什么？他睡得很熟，我进去给他盖了盖被子罢了。我警告你，不准打移植的主意。冷静冷静，瞧你把话说的，我哪能那么狠心啊？有一件事我想跟你说说。那年我与师姐被云天宗的人追杀，慌乱之下走了一条完全陌生的小道，直通一个树林的，身后的人穷追不舍。师姐带我四处躲藏，一路上有什么吃的东西她都偷偷多分了我。后来她便病倒了，我将她藏在一个山洞中，出去给她找吃的。你猜怎么着？前夜下过暴雨，有处地方坍塌了，我在那里捡到一个很大的蛋，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个蛋的模样，可大了，有我半个脑袋那么大，上面还有紫色的条纹。我当时想着，无论怎么样，情况不可能比现在更糟了，活得过今天，活不过明天，干脆让师姐饱餐一顿，先养好身子再说。后来我便把蛋带了回去，还把它煮熟了，碾碎喂给师姐吃。祝宣之知道，他口中的师姐就是自己的娘亲。虽然他在自己年纪很小的时候便仙逝了，但总归母子连心，他对这些事难免上心些。然后呢？然后当天还没什么事儿，当晚他便浑身滚烫，我是肚子不断的痛好，我用了很多办法都没能缓解他的疼痛，所幸当晚下了暴雨，动静很大，所以那些追杀的人没能找到我们。我在山洞中眼睁睁看着师姐疼得面色发紫，却帮不了她。当时我想着，若是师姐死了，我就自杀偿命。是第二天一早，师姐疼痛消失了，病也好了，整个人生龙活虎的，跟重新活过来一样。此后我们又逃了几天，身后的人发现了我们的踪迹，一时穷追不舍，终于在树林的一处平地把我们堵住了。可就是在那里，我们还看见了一个怪人，他衣衫褴褛，头发凌乱，正蹲在地上，用树枝画着奇怪的圆圈，还撒了许多粉末在里头，嘴里还念念叨叨的。我们在一旁打斗，他不闪不避，不闻不问，直到有个人不小心踩了他前面的圈，他才起来大喊：“不要踩坏我的古阵！”打斗中没人理他，他便夺过一把刀，起身两三下就把人砍得七零八落，肢体横飞，跟砍萝卜似的。你究竟想说什么？别急，听下去。对师姐惊骇不已，连连后退，那个人却死盯着师姐的脚下。我这才注意到，师姐已踏入一个圆圈的中央，刚示意师姐走出去，谁知异象发生了。仅仅一眨眼的功夫，地面上有各种毒物如潮水般向他脚下涌来，我们惊恐的尖叫，而那个怪人却满意的哈哈大笑。害怕间，我下意识后退，不小心踩掉一条毒蛇，那蛇吃痛便咬了我一口。在我完全毒发晕过去之前，我听见那个怪人说：“你竟然能让古阵快速驱动，还不畏剧毒？我替你救那个人，也可护你逃避追杀。你留在我这圣龟山，助我一臂之力如何？”那个怪人便是你的父亲。而后我与师姐便一同来到了圣龟山。你不觉得那天发生的事情和遗之身上发生的太过相近了吗？大哥对外说师姐是生遗之时难产而死，你可知师姐真正的死因是什么？是中毒。师姐是中毒身亡，她体内多年来既有毒素，不过由于体中的另一种更强大的毒压制，这才安然无恙。可她生下遗之后，那种威力强大的毒消失了，整整2年的时间，用各种名贵药材吊命，她的身体还是被其他的毒一点点吞噬。你究竟想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想告诉你一个猜想。当初我捡到的那枚蛋，极有可能是师姐身上出现怪象的原因，而她香消玉殒后，身上的毒也许转到某个人的身上了。刚才我去看遗之，她真的睡得很熟，很熟啊。宣之啊，宣之，你这是何必呢？你不是人。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，你瞧瞧，遗之睡得这么沉，我方才给他盖被子，他也没醒，现在手都要被扯下来了，也没醒过来啊。你这是何必呢？祝融研制了那么多种安眠香，
总算有一种研制对了。你看这牢里的人睡得多少，这遗之怎么也会睡得这么少呢？他继承了师姐身上最强的毒，圣龟山中应该没有哪种毒能对他生效才是呀。哎呀，怎么会这么惨？头都拧下来了，真臭啊！难怪你会吐啊，我也有点想吐呢。怎样，肚子吐空了，饿不饿呀？待会儿啊，要不要吃点点心？高剑飞，你这个畜生！牢中的人虽不是真正的祝遗之，可如果是呢？高剑飞居然想拿他试药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再愤怒一点，再难过一点，这样才像样。宣之啊，宣之，你在我身边待了10几年，我以为咱俩相依为命，定然早就推心置腹，可没想到你还是背叛了我。这血液中带有奇毒，炼出的这些药人都怕他。若是真的他，哪至于被糟践成这副模样？我原以为啊，遗之和祝融使的这是金蝉脱壳计，你虽在场，却是不知情的。可你瞧瞧，你现在这样，亲弟弟死了，半点难过不见，就是恨得紧。你让我怎么信你不知情？住口！我很难过呀。宣之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算计我的呢？在我一直那么信任你的时间里，究竟是从何时开始？偏了，得再往下些，那里才是心。尝尝吧，你杀父仇人鲜血的味道，好好尝尝，你不知道有多痛快。我当初毒死了你爹之后，火烧起来了，毒烟滚滚，我逃不出去，干脆回到了他的身边，拿着匕首往他身上戳出了一个又一个洞。戳到心脏的时候，血溅得老高啊，溅到我笑着张开的嘴里，又腥又咸又甜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味道。你尝尝。你也尝尝。你本来也可以尝尝我的心头血的滋味，可惜你刺偏了，没机会了。你知不知道，当初我本以为会死在那里的时候，你居然过来了。你看见你死去的爹爹，又看见满身是血的我，居然相信了我随口编出的说辞，还带着我偷偷从密道逃了出去。前面就是祝融和遗之，随口一编是祝融背叛了魔教，又欺骗了遗之，你居然也信了。7天的时间，你都没有去问上一句，你究竟是有多蠢呢？宣之啊，宣之，你救过我一命，我不杀你，你和他们串通了算计我，无妨。我将计就计，既然祝融不会真的给我翻译控制之法，我便任他们炼出解药。到那时，就算不能控制每个药人，我随意施毒，只要有解药，哪里还不是我的？过去也好，混过去就可以不去想那些可怕的现实。虽然高剑飞所说竟是早就知道的事情，当年祝融和遗之来找我，摆出确凿的证据，我这才知道当年那人在父亲床前胡诌的话有多错漏百出，有多经不起推敲。偏偏我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相信。痛早就痛过了，肝肠寸断也不过如此。得知真相时，生生哭出了2行血泪，眼睛险些毁掉。若不是后来凭着一腔仇恨，哪里还能撑到现在？可为什么从这人嘴里再听到真相还会这么痛？痛得他恨不得挖出自己的心，狠狠地扔到一边，再踩上几脚，叫他离自己远些。你计中有计，我将计就计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到那时，我们再看看，谁才是最后的赢家。这都是什么鬼地方？要不，我们再等下一波换人，找机会出去。不成，出去不比进去，被发现就麻烦了。再不走，天亮了就麻烦了。你拿着这个做，
不对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？谁在那儿？慢着，我们还不确定祝叔叔在。方才那是子母骨，摇动母骨，子骨会嗅到气味，但外头包裹的牛皮纸中会散发出另一种气味干扰，将它往相反的方向引导，用于模仿足音引开敌人。而这个是相思骨，分雌雄两类。我手中为雄骨，祝融手中持有雌骨，雌雄相向则震动愈烈，相悖则动静稍缓。我们可凭借这个找到祝融。等等，不对，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？是祝融给你的？怎么会？我知道的东西比你想象中要多一些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早就知道我们的计划？可你怎么会和小叔叔联系上？路途中你有一段时间真的失忆了，祝融便是那时找上了我，跟我坦白了真相，还说出了你们的计划，包括英雄会上袭击营救的事，以及你们假意与高剑飞合作，实则利用正派人士与他斗得两败俱伤，而你们打算从中渔利的事。祝融怎么会这么做？这么险的一招棋，若是李承前得知真相后暴怒，将两个人直接斩杀，或者完全不信他的说辞，只认我们是魔教同道，亦或他假意配合，实际却想利用他们与高剑飞拼杀，自己从中收取渔翁之利。老天，祝融他是疯了吗？怎么敢这般豪赌？若说钱和赌，李承前才是赌得最大的人吧。那信誓旦旦告知他真相的人，脸上却顶着别人的皮，他连那人是谁都不知，只知那人自称是公子的亲叔叔。你居然真敢信这一面之词，真敢信他？不是一面之词，也不是信他，我信的是你。早在出发前我就知道，公子就是当年那个想要置我于死地，又多次放过我的人。你早知道我？是。华容想必就是祝融吧，他来了之后，公子变得很不对劲，时间长了，我就慢慢觉察出来了，你应该是那时恢复了记忆。原来李承前那时不仅仅是猜疑，而是已经认定了。既然知道是阴谋，可你为什么还要顺着我走下去？我说过，我信你，我信你不会害我，我也说过要护你周全。喂，你说说，公子怎么不对劲儿了？那几天公子没以前闹腾。快走吧，再耽搁下去天就亮了。快些！你们拿到了是吗？快拿出来。是的，山洞中别有洞天，里面蕴藏许多说不出名字的灵材，我们采了许多种，我已经初步筛选了一轮，其余的可能要麻烦你多筛选一番了。能肯定你们拿到了正确的毒材吗？能。我们进去时遭遇到洞中生物的袭击，出来时他们却噤若寒蝉，不敢轻举妄动，想必我们身上带着有能让他们忌惮的剧毒之物。毒物相克。圣龟山本就是一个巨大的古镇，从中心处向外发散，唯有奇毒之首才能占据绝对地位。是这样的话，没错了，共有103种药材。这2瓶，一是原液，二是根据原液炼制出的目前最新的毒液。趁现在天未亮，你们采集回来的毒材还新鲜，我这就开始简单验测一轮，你们在旁边帮我分类。神狼那边情况如何了？高剑飞可有发现什么？我们要不要赶回去？不用，比起那边，高剑飞更关注我这里的进度。为了不让他怀疑，我昨日已经半真半假的给他译了一部分。他忙着去实验，暂时顾不上石牢那边，何况有宣之在那儿把关，没事的。你们留在这儿，若我天亮前能刚好找到正确的毒材，还得麻烦你们跑回山洞一趟，想办法多摘些回来。我得好好研究一番。是他了，找到了啊！老天垂怜呐！哎，快，就是他！你们想办法再去一趟，这一次带多点回来。我想办法让宣之给我偷来解毒的那几页，到时候就可以正式炼制了。上天若能多发善心，这世间便不会多添无辜亡魂了。我做的孽，也该能还一些了。强行恢复功力的药别再吃了，你想永远都恢复不了神智吗？这你也知道？说过，我知道的东西比你想象的要多。祝融应该告诉过你这药的危害。接下来这段路，我会尽可能护你周全。
不到万分紧要关头，切莫再随意服药，明白吗？不去。而一直他们还不知道高剑飞在利用他们，该怎么办？喝酒吗？想谈吗？想听吗？他弹的是琴还是情？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是琴弦，还是自己那颗悲哀又绝望的心？该怎么办？为什么都这样了？此情此景，我还是那么想靠近他。甚至，我跟你说件事，想听吗？其实我不是真正的高剑飞，很久以前，久到我都快忘了。那时我叫高可凡，高剑飞啊，是我弟弟。我出身落魄士族，家中有一祖宅，是唯一家产。自从我爹在外跑商被马贼杀害后，我娘便病倒了，半月后便离世，家中无甚收入，只靠典当些贵重物品，还有些亲戚的接济过日。娘死后，家中辞去了许多下人，只剩一个厨娘和个把佣人。二娘总嫌他们手脚不利索或者吃得多，同样也嫌我，所以她便让我吃她和弟弟的剩饭，睡他们谁都不乐意住的总是发霉潮湿的小房，以及擅自替我辞了学堂，留我在家帮他们干尽杂活，如同奴役般驱使。家中的厨娘是一直没舍得辞的，因为她的手艺实在太好，她做的四喜丸子能让你恨不得把舌头都一起吞到肚子里去。在爹娘还没离世之前，我是总能尝到的，后来他们走后，我碗中的每一份都被弟弟抢去了。二娘总说弟弟还小，你得让着他，可他只比我小半岁，他有机会上学堂却总不去，夫子交代的作业还完不成，他便总让我替他抄抄诗句也无妨，我本来就爱这些。可他还常要偷人东西，等别人找上门来，他便说是我偷的。二娘总是二话不说，便拿棍子把我狠打一顿，往死里打，打到那些上门算账的人都看不下去了，才作罢。愤怒中我突然想起，其实这些东西本来就全是我的，我是长子，这个家这座宅子这个机会本来应该全是我的，偏偏他们夺走了这么多，还将我视作畜生般凌辱打骂，凭什么？你知道我后来怎么成了高剑飞吗？我杀了他，我拿出来本准备自杀的刀子，一刀扎破了他那个水牛似的肚子，我使劲地搅了几下，然后把他的肠子扯出来。你真该看看他当时的表情，他捧着自己流出的肠子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连叫都忘了。我一下便割了他的舌头，你知道他当时的眼神有多惊恐吗？那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候。我看着他跪在脚下，求我放过他，一边蠕动着往门外爬。我从后面拽住他的头发，用力往他脖子上一抹。刀子太钝，没死成，我割了10几下，跟我平常杀鸡一样，血呀溅了我满手。你知道那种热热的感觉有多舒服吗？啊？我杀完他之后，又从厨房里拿了一桶油，放了一把火，噌，火就冒起来了。老旧的被蛀空的木头柱子烧得最快了，风一吹啊，到处都是火。我站在自己的房门外，眼睁睁地看着那个死胖子在火里滚来滚去。那是我那间屋子最暖和的时候，所有该死的虫懒老鼠全被烧了个干净。然后我走到二娘的房间，她刚听到起火的声音，匆匆忙忙下床，我隔着床围，一刀便扎进她的胸口。然后啊，那一夜高剑飞便代替高可凡死了。我拿着玉佩，用着高剑飞的名字上了云天宗。我一口咬定家中失火，自己侥幸逃出，他们便不再多问，反正又不是自己的事，别人死不死谁会管呢？宣之啊宣之，你别怕我，
我得知你背叛我之后，哪怕那么想把你碎尸万段，可我还是忍了下来。我既然说过不杀你，便是真的不杀，会对你好。只要你听话，我们就还和以前一样，好吗？我那天太冲动了，故意说了些话刺激你。我是拿刀捅了祝大哥没错，可他不是我杀的。我去找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毒发身亡了。也许是炼毒反噬，也许是他人下手，我不得而知，但这是事实。有区别吗？你心中不是同样恨他恨得要死？若是找到机会，你哪里会有犹豫？不，我不恨他，我敬他爱他，待他如兄如父。他与我有再造之恩，更是我崇敬向往之人。他在我心中是高贵神邸，是巍峨高山，是浩瀚星辰，是磅礴大海，是我遥遥不可期的梦。你不懂，哪怕我心中每时每刻都有杀死他的念头，但只要他活着，我便永远不会伤害他，正如我不会伤害你一样。那我娘，不，你的师姐呢？她是什么？你居然知道，玄之，难怪我以前总觉得你随时会把我看透。哼，原来你真的看得透啊！他呀，是我一生的求不得，是执念，是魔障，是梦魇，也是欢愉。他给出的答案竟是这个，竟是这我早就知道的答案。生有其苦，生、老、病、死，缘怎会？爱别离求不得，欲求不得，欲罢不能。他早就知道高剑飞是爱着他师姐的，尽管他从未在人前表露，可祝宣之却看得懂他的目光。宣之，你是世间最懂我的人，是我唯一还能说心里话的人。答应我，别变成我的仇人，好吗？没错，我是世界上最了解高剑飞的人。收起你那伪善的嘴脸吧，我看透了，也恶心透了。三言两语就想把自己洗白得干干净净吗？不，你洗不白，你的心脏透了。仇人，这世间哪有人从未与你为敌？只要他爱了你的路，他们哪个不是你的仇人？我告诉你，哪怕有人曾同你一样经历过不公的对待和屈辱，他们哪怕还有一丝的良知，都不会变成今天的你。哪怕对生命还有一丝怜悯，哪怕还存在为人的资格，都不会做出你这般行径。别拿借口掩饰你那颗丑陋的追逐权力的心。你想要一步步往上爬，所以你毫不犹豫地踩着成堆的尸首往上走。你口口声声感念我爹娘对你的恩情，你却杀我大哥，伪造成意外，又三番四次对一之下死手。元天宗灭门案，不是你多年来怀恨在心故意挑拨，魔教怎会与之结仇？还有教众被你撺掇着前去进宫，祝融叔叔的药，若不是你暗暗将其中一味毒增加数十倍不止，怎会让云天宗一夜之间满门全灭？毒药流出，本可早早阻止，若不是你一心借机打击祝叔叔，派人将所有解药盗走，逼得他散尽功力，不眠不休地重新炼制，全城百姓又怎么会惨遭殃及？住口！过去哪怕不堪，你的经历哪怕不幸，可你若仍存善念，仍有良知，又怎会迁怒于天下无辜百姓？你只是为你无休无止的贪欲找借口罢了。你要权，要势，你要一切。为了你的目的，你恩将仇报，丧尽天良，泯灭人性。你是恶心的蛆虫，你这种人不配得到一丝的爱和怜悯。你闭嘴！让你闭嘴！让你闭嘴！你瞧瞧你这嘴脸！祝宣之，你不想看我虚伪的嘴脸？好，我给你看真实的。告诉你，我厌恶你，厌恶透了。你们三兄弟个个都该死。
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总是用那种语气对我说话，你算什么？你们个个都挡我的道，个个都是。祝展元，他有什么好？个沉迷于恶心毒虫的疯子、傻子。这么大的一个教，他竟然安安心心的缩在这个角落，简直就是脓包，是废物。这么些年，我替他把魔教壮大了多少倍啊！你看看，魔教全盛时期，南北一带哪里没有我们的分坛？偏偏他不屑一顾。为什么师姐会选了他？为什么？这疯子只是利用他引毒虫炼毒蛊罢了，他竟然傻呵呵地爱上了他，最后害得自己一身是毒，死之前还要被上百种毒轮番折磨一番，愚不可及。哎，我是贪恋权势，如何呀？权势有什么不好？权势能换来我想要的一切，金钱、美色、尊严、道德，都是被权势驱使的狗。展元救我并非出自真心，我却真的待他如兄如父，更是他唯一生挚友。他明知我爱慕师姐，却为了炼毒而娶了她，而后更是因此而害死了她。后来他被毒反噬而死，活该。而你，我待你这么好，你背叛我，你也背叛我。好，我告诉你，这一次我会当着你的面将所有的人都杀光，包括你那个可恨的弟弟。现在他们还不知道我知晓了他们的计策，脑中假扮李承前那人，亲眼看着假扮祝伊之人的下场，吓得转向了我这一方，还向我引荐了几位同等的易容高手。想必祝伊之和李承前今天一天的行动都特别的顺利吧？因为高剑飞几乎把全部弟子调去炼毒，他们来回出入洞穴偷拿毒材，一整天都没被人发现。而祝融应该已经拿到祝宣之给他的解毒之法的后几页了吧？青叶，他们兴许能将解毒之药炼成，到那时，你怎么用这样的眼神看我呀？我真讨厌这样的眼神，每次看见都恨不得把它挖出来。你知不知道啊？不仅你大哥是我害的，其实你的腿也是我弄断的。那个陷阱我本是挖给你弟弟的，谁知你也早知道了，可你为什么还要救我？好好好，你们祝家呀，祝融与那小跟班还不明不白，祝伊之又和李承前暧昧不清，你也太有意思了，简直太有意思了。他幻想过许多种令人知晓自己心意后的表现，厌恶、惊慌、欢喜，结果都不是，竟是嘲讽。成功了，没错了，宣之偷到的那几页是对的，按照这个配比再稍稍改动一下，成功了。太好了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这里用的是小型的工具，这些特殊浆果中的毒性没法彻底提取出来。我们这里还有多少？2大袋够了。如果是用炼毒池内大型的精密仪器，可以一次性炼足。据我所知，高剑飞存有的毒液并不多。那我们没错，可以开始了。18影卫，我要你们护着火坛坛主往炼毒池去，一路上不得有任何闪失，途中遇阻是阻，佛挡杀佛。这么快呀？好戏开始了。呸！魔教妖人！哼，什么魔教妖人？现在我是你们救命恩人，你们李盟主就是这样教你们的吗？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欺负人？不许欺负别人，难不成欺负你？各位，这几日苦了大家了。祝公子不屑与高剑飞之流为伍，一心阻止他的阴谋，匡扶正义。
现在我方正在炼制解药，还请各位施以援手，齐心协力，断了高剑飞的狼子野心。追随盟主，打倒魔教！追随盟主，打倒魔教！奇怪，我怎么觉得他们的人这么少？不应该呀，自坛弟子哪只有这么些？啊，大司命，快要加派人手。不必。楚荣真是越来越没用了，这些年是光长年纪了吗？居然这么久还没炼出毒药，看来我得帮帮他呀。大司命，真的要？你在质疑我吗？啊，不，小的只是怀疑荣柱是否能及时。放心吧，他还是挺有用的。龙哥，动作太慢了可不行啊，我很替你着急啊。这不，送几个人来给你添点动力。这个计划，高剑飞竟然……朱叔叔，解药炼好了吗？不能再自相残杀下去了。叔叔，好了，我练出来了。一之，盟主，快，你们过来！你们两个体质特殊，不怕毒，只能靠你们了。这药对于中毒之人是解药，对于其他人则是毒药。你们用内力将解药凝成块，再打入中毒弟子的身上。好，为中毒弟子避开。祝融这小子真是不错。哼，不过，荣哥，喜欢我送你的礼物吗？多亏你给我重译了一段，虽然还是有些错漏，不过长老们都补上了。看着我炼成的最新版的毒药，哼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对了，说起来，你辈分虽然比我大，但是年纪比我小呢。这么说来，我还得再送你一份礼物。高剑飞，你疯了吗？你竟然擅自加重药物的毒性，你就不怕失控？荣哥真是思虑周全呢，有心了。不过不用担心，这一种只用在你们身上，对付外面的人。前一种啊，足够了。荣哥，你们这几日到处奔波，我可也没有闲着。虽然教中长老们没你的天赋，但3个臭皮匠也能顶一个诸葛亮啊！他们一帮人尝试了许久的控制之法，加上你胡乱的翻出一些，竟然还真让我研制出了。我找人试了试，效果还挺好的。对了，你猜猜，我是找谁试的呢？我造的孽，而今竟用这种方式来还。荣哥，送你的人喜欢吗？对了，如果是他问你要解药和炼药之方，你是给还是不给呢？再不回我，我可就让他硬抢了。萧武，听令，杀掉祝融。萧武，萧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原来先前小武砍到的就是他吗？可是看起来这么弱小这么脆弱的东西，怎么能抵挡住这么锋利的刀刃呢？想不到你们居然有法子过了这一关，真是不错。不过我今日可没打算让你们任何人活着出去。该怎么办？难道真的天亡我也？李承前，你做什么？俺柳堂孙成率堂下4门弟子已到，听凭盟主调令。天沙帮汪帮主座下弟子率帮内2队人马已到，听凭盟主调令。造孽派门下弟子率气宗、剑宗门下4队弟子已到，京城派门下弟子率3队弟子已到，卓绝派门下弟子率2队弟子已到，盖世派门下弟子率1队弟子已到，圣刀门门下弟子率1队弟子已到，君华派门下弟子率2队弟子已到。听凭盟主调令。负隅顽抗者杀，为虎作伥者杀，有心作恶者杀，与高剑飞同流合污者杀无赦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有意归降，诛杀恶贼高剑飞有功者，可饶不死。好好好，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。想不到
今日我高剑飞，该死，让他跑了！双龟山已被我方人马包围，他跑不了，我们快追，不可养虎遗患。哼，天不绝我，天不绝我呀！别过来，不然我就杀了他！高剑飞，你快放了二哥！高剑飞，你已无退路，如此顽抗下去也只是浪费时间，赶快束手就擒，兴许盟主大人还能赏你个痛快。高剑飞，魔教已经被8大门派的人包围了，盟主大人慧眼如炬，聪明过人，早就识破了你的诡计。出发前便让我们假装入了你的陷阱，派另一队人马绕路前行。如今你已经是末路穷途，别再做你那独步武林的春秋大梦了。少废话，别说这么多，不想他死就滚开，别挡道。等我下山骑马离开了，自然会放了他。你们若想他死，便前进一步吧。好，我放你走，但你必须说话算话。你发什么疯？老实点，等我出去就放了你。高剑飞，你是一个很自私的人。行了，快走。你知道我爹究竟为何而死的吗？我娘生下一只之后，体内的毒确实被打乱了，那时他本坚持不了多久。你知道他后来又是如何撑了几年的吗？是我爹将我娘的毒引到自己身上，他为了让我娘多活几年，自己散尽了毒功，而后更是不断被毒反噬。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对外说是闭关，实际上是卧床不起，不然又怎会将实权全部交了出去？你又怎能趁机胡作非为？你想说什么？我说这些是想告诉你，你真的是一个很自私的人。你从来只感受自己的喜怒，自己的苦悲，你认定时间都是围着你在转，你感受着自己的求不得，你感受着自己的煎熬，却从未想过世上的人都是有情感和哀乐的，他们也有血有肉，也会挣扎和痛苦。你认定我爹负了你，可你曾有想过，这是他们两人两情相悦的事儿，与你何干？你自己妄作深情，百般思量，受尽折磨，尝尽煎熬，不过是你一个人的独角戏罢了。感情这种事从来都是求不得多，相悦者少，它不是买卖，明码标价，付了钱就能买到，它从来不公平。哪怕掏心掏肺，粉身碎骨，都极有可能换不来哪怕惊鸿一瞥。怎么，原来祝二公子今天心血来潮的登高，是心有所感呢？好，说得好，高某受教了。你从来不懂。够了，我今日没心情听你发表高见，快走，不然我就杀了你。你知道我对你并没有什么好感。你实在是糟透了，你戾气太重，更无视任何的道德法纪，甚至看清除你以外的其他生命。你视人为刍狗，视人命如草芥。你抱怨这世间对你的一切不公，却不曾对其他人的苦痛怜悯半分。我祝家非要说欠你的，便是你对于娘亲付出的相似之情。可若相似也能作为物品等价，那么这么多年，我也早已替他还清了。我听够了，快走。老板，你猜我喜欢你？你猜错了，我一点也不喜欢你。我讨厌你，厌恶你，恶心你，恨你，想杀了你。二哥，我终于不用再望着你了。你说的挺对，我很自私，这辈子都自私，已经没法改了，你就替我好好活吧。输了，阴谋、算计，以及十几年的小心翼翼，都结束了。我来背吧，我轻功好，下山能更快一些。怎么回事？宣旨怎么了？我方才看了，并未有甚大碍，只有后背的伤，
加上心神动荡才晕了过去。祝叔，快些帮二哥止血。事情解决了，高剑飞呢？落下山崖，九死一生。我们赢了？不是我们赢了，是李承前赢了。到底是算不如人。能出来谈谈吗？不必了。此处恭贺李盟主大获全胜，祝某身份有异，便不让你为难了。一致。去吧，有些事总该问清楚的。还不清楚吗？先前在洞内，你应该听得清楚了。我们沦为棋子，有人将计就计，借刀杀人。眼看我们鹬蚌相争，自己暗暗余力，还有什么不清楚吗？李承前，没有什么需要单独说的，就在这说清楚吧。我只问你，你从一开始识穿了我们的计谋，便心生利用之心。你让八大门派提前做好准备，兵分两路，一路演了一出好戏，为的是利用我们与高剑飞拼命，你好再一举拿下，是也不是？是。说是此次研制解药失败，我方输了，高剑飞胜了一筹，你又当如何？不说。好，那我替你思量一番。若祝于之手下这一帮魔教妖人无法阻止高剑飞那帮魔教恶徒，哼，狗咬狗的结果是叫得凶的一方赢了。你，伟大的盟主，武林正义的一方，又能如何抉择呢？那就干脆一把火烧了，像10年前一样，把这连人带山烧得干干净净。如此，亦可避免毒药泄出毒害武林，又可避免魔教死灰复燃。呵呵，您还能落得个子承父志的好名声。呵呵，我这般分析，盟主大人，您说是也不是？一致。是也不是？我再问你最后一句，你这一路来，哪怕我们向你坦诚了整个计划，你还是决意利用我们与高剑飞作对，假装配合我们，实则是在为各派武林谋利，细心铲除魔教之人，是也不是？也是，也不是。我确实欺骗，利用了你。不过我并未存了害你的心思，我要疏忽你周全，便会真的做到。认了便是认了，哪还有什么可是？别告诉我，除了留我一命之外，你没存了要将魔教彻底铲除的心思，不然你如何向天下武林交代？你走吧，我和叔叔绝不会离开。不过盟主大人，您也尽可放心，现在我手下就是一帮残兵败将，成不了什么气候。过些日子，我也会将他们遣散。那帮投降了高剑飞的人，您是官是杀，任您处置，我无权干涉。若您还对我们不放心，但凭您派人来把守此处，我无甚异议。又能如何？还能如何？魔教余党能侥幸活命都难，还敢与盟主大人如何？那小五，小五是人质，在盟主大人还未率领八大门派弟子离开之前，会确保我们几人的性命。小五暂且要扣在这里，等我们安全了，再派人将他完完整整送归。盟主大人尽可放心，我们说到做到。李承前知道他留下小五，其中大部分的原因是替他治伤，但他却非要说得如此生分。我们当真要如此？本该如此。一致，盟主，我先去处理事情，以后再相谈。般经历3顿孽缘，如今尘埃落定，究竟是福是祸，是对是错？他们两兄弟多年未见，虽有联系，也是书信往来，现在一见，不知怎的，
他突然读懂了他眉宇间的痛苦，也明白了他心上的记挂。他究竟中了多深的毒？为什么这么多解药都恢复得这么慢？不知道。高剑飞当日不知究竟如何改了药方，只能确定的是，他当初是根本没存了让小五活的心思的。毒性被他擅自加重了10几倍不止，小五能活下来已是万幸。叔叔，你查得如何了？可有查出这只究竟是什么了吗？当日他一叫，所有的中毒弟子通通失去了行动。他是不是什么身怀剧毒的神兽？我记得孤安鸟也怕极了他。没有，魔教典籍于当年大火中被毁大半。我在残余的古籍中找寻，并未发现有何相关记载。我本想取他一点血液研究一番，哪知他的皮奇厚，别说是银针、匕首啊、刀子啊，没一个能扎破他。他的身份我一日不知晓，便一日不能放下心来。那日场面有多么失控，你是懂的。他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化解了，我真怕。虽然他到目前为止没有做出对我们有害的事情，相反的都是有益的，但还是知根知底最好。对了，我怀疑小五之所以能保命，会不会也是由于那日他的奇怪举动的原因？太好了，竟然真的有用！书，对了，书，我觉得那本书记载毒物炼制，解毒的书中可能会有所提及。当日假扮宣知的人只给了解毒之法的散页给我，我对了一下，发现和残页中并未完全对上。我怀疑后面其实还有后文，极有可能记载着与这生物有关的东西。我这就去问问宣知。五弟你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又有什么事啊？借钱多少？20万。你疯了吧？一开口就20万白银。黄金没有，你当我这儿是金山呢？20万黄金，你杀了我算了。借不借？不借。江南首付20万你可以拿出。我拿得出，可你还得起吗？哎呀，不成，我不借，我还得靠着这钱生钱呢，下半辈子可都靠它了。5年之内连本带利还清，你考虑清楚，事成了你还能从中赚一笔，不会亏了你。你究竟拿这么多钱去干嘛呀？啊，高剑飞如何了？高剑飞已败，跌落悬崖，手下余党尽数投降，李盟主已经返回姑苏了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是魔教，我当然在这里。遗之？你是遗之？你不该还在这里。那我应该在哪里？盟主在府里等你。他不是在等我，他在等公子。但是公子也回不去了。李盟主铲除魔教，威名赫赫。我等余孽，还是离远些好，免得小命都不保。不会，盟主不会，他是要保护你的，保护遗之。别走，你不可以走，他在等你，他会难过的。他会难过，我就不会。我虽然欺他骗他，但我好歹后来坦诚相待，他却虚与委蛇，假意迎合，实则暗暗算计。我是真小人，他是伪君子，与虎谋皮，哪日连皮带骨被吞了都不知，我哪儿还敢？不会的，盟主他做了这么多，全是为了你。年前他中了毒，回来后昏迷不醒是吧？正是因此，他没能阻止当年的焚身之举是吧？不用说了，他早就告诉我了，这话是真是假，他有待验证。可我知道，10年后，他同样打算用相同的手段来对付。回来后，他昏迷3日，醒来后，功力散尽，内力一丝也无。老爷很生气，盟主一直帮魔教求情，老爷把他关了起来。不一样，为什么小五说的和李承前说的不一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我必须弄清楚
究竟哪个人说的是真话？一个说晕了1月才醒，错过了焚身之意；一个说3日后醒，还因阻止被迁怒，内力全失。这又是怎么回事？他曾失去内力？不可能，以他今日的造诣，若他曾失去内力，短短10年的时间，根本不可能达到今日的功力。当务之急是将小五弄醒，而在这之前是将小家伙弄醒。买山，金山银山，圣龟山，圣龟山。五弟啊五弟，你当我傻呀？你还没回来，消息就传遍了。圣龟山已经被你打下来了，哪里还用买？早就是你的。不，我要买的不是现在的焦山，我要的是过去的青山。你这是何意？我要重振魔教。你疯了！你吞了那块地就算了，你还要吞并魔教？别疯了！正邪不两立，只能铲除，不能合并。你别惹那一身骚。不是魔教，是济世教。入了我的名下，挂着我的名头，魔教便与他不搭边了。圣龟山是处风水宝地，20万两黄金，5年之内，我让圣龟山重现10年前的辉煌。毒虫毒草用对了地方，便是济世良药。你是生意人，该懂得这是一笔如何大的药材买卖。是大买卖，也是大风险。若魔教之人死性不改，你这武林盟主可就平白被泼了一身污水，这辈子也无法翻身了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山也要，人也要。姑苏李家有一条不成文的祖训，无论是直系儿孙还是旁系子女，都必须牢记谨记。李家不养废人。何为废？平凡者废，平庸者废，碌碌者废，无为者废。在李家，若男子未能出人头地，建功立业，女子未能嫁于贤者，才情远扬，那他们的名字就不能出现在李家的族谱上。这是不成文的规定。李承乾带着情报和地图返回的时候，他确实是立了极大的功劳的，这功劳已能让他被李氏家族承认。可当大夫宣布李承乾体内有毒，在不断吞噬他功力的时候，李承乾知道他已被宣布死刑。李老盟主当时闻言后冷哼一声，他冰冷的目光清楚地告诉李承乾，哪怕自己一下山就死去，留下一个舍生取义、英年早逝的名头，也比现在的情况要好太多太多。毕竟李家不养废人，哪怕是庸人。少爷，少爷你，他没死。少爷，少爷，他没死。疯了，少爷疯了。好说歹说，总算请来了大夫。大夫给他一诊脉，直摇头说他的身体已经遭到了疾病，勉强抢开了几副药。话带委婉地说了，让他好好度过余下的日子便走了。昏迷中的李承乾嘴边还挂着明显的笑意，口中时不时吐出些音节来，凑近了听，似乎是什么一只之类的。李承乾醒了过来，他脸上挂着异样的神采，望着小五的眼睛里闪烁着熠熠的光，仿佛是回光返照一般。少爷，少爷你还好吗？好，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时候了。小五何事？少爷有药吗？给我把药端来。你回去睡吧，我也要睡了。少爷你真的还好吗？很好，不能再好了，我得好起来，我得保护他。此后李承乾身上出现了惊人的变化，他虽没有再像那天那样表现怪异，脸上也再没露出笑容，却开始乖乖地喝起药来，还开始练功了。每日还未闻得鸡鸣，便听见院中动静。小五1、2天还不觉得为奇，一连10几日便忍不住疑惑起来。仔细观察，李承乾几乎一整日都在练功，他似乎将全身心都投入了其中，吃饭休息还念念不忘武功心法。最令人吃惊的是，
是他毒发的时候都要忍着痛起来修炼内功。他没想到李承前的情况竟是差到这种地步，哪怕这般勤奋练武，身体变强壮了些，他的武功几乎没有进步，内力更是几乎没有，仿佛一只漏了底的水桶，不断往里装水，却不断往外漏水。天空雷鸣电闪一片，撕天彻地。小五就这样暴毙在屋檐下看着他，恍惚中，那天地之光竟是从他剑下发出的，雷霆万钧之力呀！天地间仅此一人。我不能死，我要变强，要变强。这天地，山川草木鸟兽，雷霆风雨，没什么能阻止我。虽万千人，亦往矣。当的一声，剑落。视线中的人突然倒在地上，痛苦地抽搐起来，余毒似乎又发作了。这次发作比以往强烈太多太多，他痛得甚至无法叫出声。少爷，人是如此卑微的一个生命，如此艰难地活着呀，哪怕只是活着，都要耗尽一生的气力，偏偏他还想去保护他人。一只有一种竹子生长速度极其缓慢，从种下的那一刻起，整整4年，它只长高1寸，哪怕是棵野草都比它高了数倍。但这4年里，它并非没有作为，竹子疯狂地往地下扎根，它的根在土中延伸蔓延数里，直到第5年，它开始猛然生长，每天长高1尺，2月后便能与一幢3层高塔比肩。李承前便是这样一种竹子。自那天起，小五每天都见李承前的身体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变化着，走路的时候甚至可以听见他骨头咔咔作响的声音。李承前的身体仿佛也有一棵竹子在猛然增长，它吸收一切可以吸收的养分，而后化作不断拔高的个头和逐渐坚实的肌肉。后来甚至不用内力，他也能在一招内将小五制服。2年后，一位不肯露出真容的人在武林大会上一路过关斩将，一直打到最后，将李老盟主败于掌下，夺得盟主之位，他才露出真容。我山也要，人也要。疯子，疯子，你竟为他至此！三哥，你该懂我的性子，我认定的事不会放弃。说我不肯答应呢？江湖之中黄金万两，请不动为疏远馆跑商保驾护航的一兵一卒。罢了，你去吧，我应你。多谢三哥成全。慢，接下来你去哪儿？找大哥。大哥人在官场，远在上京，李承前找他，想必是对这事势在必得，连一点闪失都不肯有。你去找大哥之前，想必还得去找一人。好，我懂，多谢三哥。不可能，你在骗我！我为何要骗你？你们后来发生了什么，我都不知道。我只知道盟主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保护一个叫一致的人。若非怀着这样的信念，哪还有如今的李盟主？我不相信他会变，更不相信他有心利用你。你去找他，去问他，他一定会给你一个解释。你别不理他，他会很难过的。一枝，想去就去吧，你留在这里也不开心。你过去找他要解释，若是不满意，扭头就走便是。这里有我和宣之看着，你别管。我认识盟主这么多年，从未见他为任何人做这么多。你是公子也好，魔教之人也好，从来都是你要什么，他便给什么。整个江湖的人都看得出来，只是不敢说而已。你身在其中，竟然不知道吗？可是，没什么可是，一直去找他吧，别让自己后悔。能抓住的就别错过，去吧，错过也是过错。那一瞬，
他突然读懂了二哥眼中的深意。哥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总得好好活下去，是吧？是的。身后，三人望着他的背影，目光中都默默流露出祝福之意。今日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孩儿许久未来拜访，心中有愧。再者，若不先来，只怕父亲也会传召。听闻你这次讨伐魔教之行，坎坷不少，还有魔道之人潜伏在身边许久。并非潜伏，是合作。合作？李家之人如何敢与魔教之人谈合作？李家人不敢，我敢。好，很好。你这话说的，倒像要脱离李家似的。父亲言重了。父亲自小耳听面命，李家祖训，儿孙必为人中龙凤，否则其名不可记入族谱。孩儿曾不谙其意，认为此番规定过于苛刻无情。可孩儿现在才知，其中大有深意。人中龙凤，说白了无非是人上之人。何人能凌于人上？权贵之人。权在贵前，有权者贵。姑苏李家历经朝堂动荡，江湖波折，然而始终立于稳固之地，百年不衰，皆因子女遍地开花。武林、商界、朝堂、沙场，每一处都有李家之人，四大巨擘互相支撑，互相扶持，最终受益的是李氏家族。李家盛名之下，无非是个大名利场，优胜劣汰，弱肉强食，家族如此，外界更甚。你这是何意？得了权，又能如何呢？权意味什么？能让人趋之若鹜，不畏牺牲。这么多年，孩儿真正懂得，权意味着选择，更多的选择。人自诞生起，容貌、出身、家世、阶层，皆不能自己选，而这些上天注定了的东西，往往圈定了一人一生所能做出的所有选择。除去生死，人的一言一行、一颦一笑、一举一动，皆受外界所限。所得之物、所见之人、所念之事、所言之语，皆不得完全由心。眼界越小，身份越低，所受限制便越多，选择便也越少。而掌权之人，相比其他虽遭受更多压力和牺牲，但相应的可做出的选择也愈多。心有执念者，为己所念，肯苦心志，劳筋骨，饿体肤，空其身，人便常人不能，方能居于人上，换得自己中心之物。如此，又当如何呀？不敢如何，发表愚见罢了。前儿有话直说便是，扯这么远做甚呢？父亲既然觉得扯远了，那孩儿便说回来。李家从来不是任何人的李家，李家也从来不由任何人做主。无论是在这个名利场，还是在江湖，在天下，向来都是位高者重，有权者贵。李家的种种条条框框，无非是前人之话，而在李家有话语权的，从来都是掌权之人。如今先祖已逝，时移世易，风水轮流，时代更迭，说话之人也早变了。孩儿这么说，父亲应该不会再觉得扯远了吧？逆子，你这是要欺师灭祖！父亲，你又言重了。这么大的帽子扣下来，孩儿可不敢当。欺师灭祖之心更是从未敢有，只是您问了，我便告诉你，我李承前费尽心思，忍尽苦楚，为的是有一日，无论是在李家还是在江湖，在天下，都要站在权势之巅，站在权贵之上，宣我所愿，爱我所忠，言我所感，为我所欲。王八，您该明白，孩儿早在数年前便赢过了。你究竟想要做什么？我要天下武林，要重振魔教，更有心念之人。疯了，就为了府里那个傻子，还是魔教中人，真是疯了。哪怕天下武林能接受魔教，能接受龙阳之好，
天下人，谁能接受一个和魔教妖人不干不净的盟主？这简直是违背常俗，肮脏龌龊。父亲，您是忘了孩儿先前所言，有得必有失。同样，有失必有得。我付出一切换得今日的权势，换得话语和选择权，为的就是让人听我说，任我选。你以为我还会让别人有指指点点的机会吗？你魔怔了。父亲放心，三纲五常、道德法纪、世俗人伦，孩儿不会忘。在其位谋其事尽其责，孩儿更是铭记在心。是自己的事，我从此再不会让任何人主宰。权势于我，是手段，是工具，是凭借。人在高位，自有下人对我一言一行拥护不已，哪怕真有人心存不满，他们也该知道，哪些话永远只能藏在肚子里，说不得。我李承前自己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无愧于心足矣。在此之上，我行事随心，爱我所爱，想我所想，我不会容忍任何人对我所要保护之人横加干涉，谁都不行。比如您这声肮脏龌龊，您该明白，您不该说。你李家纵横100年，风光100年，也临危100年。有人依赖我们生存，自然有人视我们为眼中钉。江湖险恶，恩怨牵涉，若非李家手掌朝中大权，又兼可调100万大军，只怕武林之中早有不服，而官场臣服，军心难测。若非李家背靠江湖势力，又因财力富可敌国，只怕早有莫须有之罪强加，其中牵扯众多，利害关系，父亲总该懂得。李家若要继续稳固，缺一不可。没有江湖势力做支撑，朝中之人只怕难以立足。而现在，您该知道，这早已是我的江湖。李家人的凉薄，他是明白的，早该明白，在李家这片极化了的土地，养不出平凡家庭那种父慈子孝、其乐融融的气氛。说到赌，李家如何不是一直在赌？有得必有失，便也是这份道理。我老了，我真的是老了。可是我的儿子，又是什么时候长大的呢？爹，你听我说，不可以赶尽杀绝，魔教也有好人，不可以烧山。出发。爹，不可以，不可以啊！李家怎么养出这样的废物？妇人之仁，魔教的一面之词如何能信？怕所说为实，杀一半放一半，天下人会怎么想？魔教这桶浑水，谁碰都得惹上一身黑影。爹，废物，别再喊我爹。是啊，从那时起，他就没再喊过我爹呀。他喊的是什么呢？父亲。好看。你来这儿挺久了呀，怎么像第一次见到似的？我没见过呀，码头那儿忙不过来，不放假的。对不起啊，我没想到这段时间都还会热闹一阵。你要是喜欢，这几日我都来陪你看。真的吗？盟主府那边不是总需要你吗？你忙得过来吗？放心吧，盟主大人这几日都让我陪着你。这苏州城你想去哪里都可以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小五哥你真好。该喝药了，我自己来。苦不苦啊？吃点蜜饯甜一甜。不吃也成，你好好休息。我不打扰你了。等等，你叫我啊？有什么事吗？想要什么？想吃什么？我想回去。你说什么？我想回去。为什么？这2个月我待你不够好吗？
为什么还想回去啊？我的毒已经解了大半，我想回去。你休想！什么毒解了一大半了？1个月前你中毒还不能动弹时就说要回去，你究竟是不想待在这里，还是不想看见我？我不放人，你休想走！你既然明白，又何苦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？闭嘴！什么浪费啊？你难道看不出来我喜欢你啊？